时间回到1415年，地点是康氏罕字。想象一下这个场景，一个人被死死地绑在火刑柱上，周围堆满了木柴，火马上就要点燃了。但你看他的脸，居然没有一点恐惧，反而是那种怎么说呢？一种异常坚定的平静。这就让人忍不住想啊，到底是什么样的想法，什么样的信念，能让一个人心甘情愿地用生命去交换？而这个问题，恰恰就要点燃一场席卷整个欧洲的巨大风暴。你看，就连当时记录这件事的一位天主教史官都写道，他们走向火刑柱，就好像要参加一场婚礼盛宴一样，那熊熊烈火好像都挡不住他们的歌声。这个人就这样唱着歌走向了死亡。但你可能想不到，他生命的终点反而成了一个新时代的起点。就在马丁·路德1个世纪之前，他就已经点燃了那场我们后来所熟知的宗教改革的第一把火。他的名字就是杨胡斯。好，那么要真正了解胡斯这个人，咱们得先把时间往回倒一倒，去看看他的家乡波西米亚。因为在那片土地上啊，信仰的故事一直都充满了抗争和坚守。你看啊，早在9世纪的时候，福音其实是用当地人自己的语言在波西米亚传播的，大家都能听懂，都能明白。但是呢，后来随着罗马教廷的权力越来越大，教皇下了一道命令，禁止用波西米亚语敬拜，一切都得用拉丁语。这一下就把普通老百姓和圣经给隔开了，不是吗？你听不懂啊？这种压制可想而知，肯定会激起反抗的火花。所以当时很多早期的改革家都因此牺牲了，但他们留下了一个很特别的预言，说将来啊会出现一个手无寸铁的人，但这个人谁也无法战胜他。那么这个预言里说的人会不会就是约翰·胡斯呢？你看他的出身非常普通，就是个贫苦农家的孩子，但是呢，靠着他母亲虔诚的教导和自己的努力，他一路逆袭，从一个免费生，最后居然做到了布拉格大学的校长。这在当时可是不得了啊！很快他就成了全国都非常尊敬的人物，而且呢，他还被派到了布拉格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去讲道。这个地方就是伯利恒堂。为什么说它特别呢？因为建立这座教堂的宗旨就是用老百姓自己的语言去宣讲圣经。你想想，这在当时那个环境下，它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抗议。就在这里，胡斯开始用大家都能听懂的大白话，把圣经当作唯一的权威，毫无留情地公开谴责他所看到的教会里头的种种腐败和罪恶。他的话特别犀利，可以说是直指人心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又一个关键人物登场了，他叫耶洛米。他从英国带回来了一些东西，是什么呢？是另一位改革家约翰·威克利甫的著作。这些思想，哇，一下子就点燃了胡斯，就好像给他打开了一扇窗。威克利甫对教皇制度的那些批判，让胡斯看得更清楚了。原来罗马教廷内部的骄傲和腐败已经到了这种地步，这也让他改革的决心变得前所未有的坚定。当时啊，在布拉格还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，有2幅画啊引起了全城的轰动。你看，一边画的是基督温柔谦卑地骑着一头驴进城，门徒们呢穿着破旧的衣服，光着脚跟在后面。再看另一边，画的是教皇出巡，那家伙穿着绫罗绸缎，头戴3层皇冠，骑着高头大马，前面有号手开道，后面跟着一大群穿得光鲜亮丽的红衣主教。这对比也太强烈了吧！可以说这是一场无声的讲道，但比任何话语都更有力量。这个画面也深深地刻在了胡斯的脑子里，让他彻底明白了现在的教会已经偏离了他最初的根基有多远。胡斯的声音越来越响，影响越来越大，这自然就捅了马蜂窝了。罗马教廷开始警惕起来，可以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。很快一张船票就来了，他被传唤到康士坦兹去参加一场将决定他命运的宗教大会。去之前呢，皇帝西基斯蒙是给了他安全承诺的，保证他的人身安全。可谁能想到，这个承诺转眼就成了一张废纸。胡斯人一到康斯坦兹，立马就被抓了起来，扔进了地牢。教廷给出的理由简直让人匪夷所思，他们说跟异端分子嘛是不用讲信用的。
这种背信弃义的做法，当时就点燃了整个波西米亚的怒火，但这也改变不了胡斯接下来的命运。你能想象吗？在那种又阴暗又潮湿的地牢里，胡斯的身体很快就垮了，但是他内心的那种平安却一点儿都没少。在他写给朋友的信里，我们能读到一种已经超越了生死的平静和坚毅。他已经准备好了，为他所信的真理做最后的准备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做了一个很奇特的梦。他梦到教皇和主教们正在费力地涂抹他在伯利恒堂墙上画的基督像，可他们刚抹掉，马上就有更多的画家出现，把基督的画像重新画了上去，而且画得比原来还要明亮，还要光彩。胡斯醒来后，把这个梦看作是一个信号，一个预兆。他觉得这说明真理的形象可能会被暂时的遮盖，但绝对不可能被消灭。将来一定会有更多的人站起来，把真理重新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。最终审判的日子还是来了。胡斯带着沉重的镣铐被带到了会场。你看看他对面站着的都是谁？皇帝、王公贵族、红衣主教，整个基督教世界最有权势的人都聚集在这里。这就是一场良知与权力的终极对决。为了彻底摧毁他的意志，他们还搞了一场精心设计的侮辱仪式。他们先是让他穿上神父的礼服，然后呢，再一件一件的给他剥下来，每剥掉一件就伴随着一句恶毒的咒诅。他们以为这样就能击垮他，但是胡斯从头到尾都非常平静，嘴里一直在祷告。当他们进行到最后一步，宣布把他的灵魂交给魔鬼的时候，胡斯只是抬起头仰望天空，平静地回应说，他愿意将自己的灵魂交在主耶稣的手里。哇！就在那一刻，所有那些煞费苦心的羞辱，在他坚定的信仰面前，都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。他被带到了刑场，绑在了火刑柱上。当刽子手点燃火焰，火苗开始向上窜的时候，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的场面发生了。胡斯开始大声地唱歌，他的歌声穿透了烈焰和浓烟，响彻了整个刑场，一直唱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。这一幕呀，据说连当时在场的敌人都被深深震撼了。行刑的人呢，把胡斯的骨灰全都搜集起来，撒进了莱茵河。他们以为这样就能把他和他的思想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抹掉。但他们万万没想到，这条奔流不息的河反而像一个播种机，把他的影响带到了更远更远的地方。但胡斯的故事到这里还没完，还记得他的好朋友耶罗米吗？就是那个从英国带回威克里夫著作的人，他后来也被抓了。说实话，在残酷的折磨和长期的监禁下，耶罗米一度软弱了，他放弃了自己的信仰。但是在深深的悔恨中，他又重新找回了勇气。他公开撤销了之前的妥协，在法庭上发表了一封慷慨激昂的演说，为他的朋友胡斯和真理辩护。最终，他也像胡斯一样，在歌声中走向了同一个火刑柱。胡斯在生前曾经预言过，他说，100年之后，上帝会兴起一个人，这个人发出的改革呼声将再也无人能够压制。你猜怎么着？整整100年后，在德国，一个叫马丁·路德的修士把他的95条润纲钉在了教堂的大门上，历史就这样产生了奇妙的回响。所以你看，胡斯和耶罗米的故事真的不仅仅是一段被尘封的历史，它揭示的其实是一个永恒的冲突，那就是个人的良知和强大的体制权力之间的对抗。而他们的选择也为我们定义了到底什么才是信仰的用气。那么最后留给咱们大家一个问题：如果如果你生活在那个时代，你会怎么选？是选择沉默保全自己，还是为了你所认定的真理付出那烈火一般的代价？这个问题虽然跨越了600年的时空，但今天它依然在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。